老公的初恋回国，他带我去接风，饭吃到一半，他初恋却来嘲讽我。程烨以前说他谈恋爱绝不会找你这种性格。志和，他说话就这样，你别介意。巧了，我谈恋爱也不会找他这种货色。后来我发现他去陪初恋开房，他以为我只会忍，却忘了我是做策划的，最擅长的就是搜集证据。林志和，你居然查我的账！我查的是我的钱，拿夫妻共同财产去陪前女友开房。傅成烟，你真让人恶心。初恋为了保住名声，居然发朋友圈博同情，还想在同学聚会上逼我低头认错。既然他们喜欢演戏，那我就让所有人看清楚，这出戏到底谁才是主角。下午我问老公什么时候回家，他才通知我来参加他初恋的接风宴。女士，您的包厢到了。来了，坐我旁边。你就是之和吧？程烨在国外的时候经常提起你，说你工作特别出色。你好，林之和。你袖口脏了，没事儿，回去洗一下就行。程烨，你还记得学校后门那家馄饨吗？就是你每次考试前非要吃的那家。拆了吗？早拆了。你以前总说吃了那碗馄饨就能过，结果有一次吃坏了肚子，差点连考试都没赶上。这事儿我知道。那天程震为了带书友讨晚自习去吃馄饨，回来正好撞见辅导员，被堵在门口训了半个多小时。之和，你别介意啊，我们这些老同学说话就这样。没事儿，你们聊。哎，你们还记得大三那年社团团建吗？咱们去毕业旅行，程烨可是全系的焦点，多少小姑娘围着他转，人愣是一个没看上。怎么没看上？那天在图书馆避雨，某人可是连自己的伞都给别人，自行车落水沟。还记得我出国那天，他在机场送我，我都进安展口了，回头一看，他还站在那儿不肯走。志和，你怎么不吃？这汤有点凉了。这汤拿去热一下。程烨还是这么会照顾人。志和平时工作忙，回家还要辛苦，我能做就做。那当然了，咱们副总现在可是圈里出了名的模范丈夫，谁不知道他对老婆好啊？那是自然。你不爱吃香菜，我哪次点菜没交代过？是该记清楚，毕竟婚后第1年，你往我碗里塞了一把香菜，我吐了整整1碗。对了，志和做什么工作的？品牌策划。那很辛苦吧？程哲，你以前不是总跟我说你不喜欢太强势的女生吗？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谈恋爱要找个能让你放松的人，性格要软一点，最好别像个女强人一样太有攻击性。志和，别介意，他说的是大学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对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心直口快，觉得你和他以前喜欢的类型差挺多的。其实舒玉说的也没错，只是结婚和恋爱是2回事。巧了。什么？我谈恋爱也不会找你这种货色。林之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结婚嘛，总要考虑现实，你稳定听话，工资按时到账，最重要的是你父母离得远，不用我天天应付婆媳矛盾。你虽然适合结婚，但也不是我理想型。志和，你看你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吧？大家都是老同学。你觉得我哪句像在开玩笑？之和，你是不是误会了？我真没想挑拨你们的关系。如果是因为我刚才的话，你确实没有挑拨，你只是在提醒我以前的他有多看不上我这种性格。那我也顺便提醒你一下，救人就该有救人的样子，别总拿着过去当现在的生产证。男人不是房子，你以前住过，不代表这地儿现在还归你。林志和，够了！你最好想清楚，是想让我现在给你留点脸面，还是想让我把剩下的大实话继续说给你的老同学们听？这顿饭我付过份子钱了，你们慢慢叙旧吧，我不奉陪了。林志和，你去哪儿？回家。能不能别闹？傅成燕，你把我带来当背景板的时候，就该想到，背景板也会自己走出话。林志和，松手！你非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我难堪，你才满意吗？原来你也知道什么叫难堪。温叔要当着我的面说你以前看不上我这种性格，你说结婚和恋爱是2回事。傅成琛，你觉得你们俩说的话就合适吗？你是怕温淑仪难看，怕你同学难看，怕你白月光刚回国就下不来台。你今天为什么变得这么尖锐？我尖锐？傅成烨，我只是今天没替你圆场，你就受不了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那你是什么意思？说。
我只是怕场面太难看，想赶紧收场。瞧见没？他可比你会做人。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他一句别因为我影响你们就把自己摘干净了，而你呢，一句别闹就把所有的锅都扣在我头上。傅成仁，这双标你玩的挺溜啊。林之和，你能不能讲点理？我今天特意叫你来，是想让你融入我的朋友圈。傅成燕，你管这叫融入？这3个小时里，我一共说了几句话？你给他剥了多少只虾？他提了我多少次缺点？你又帮我圆场过几次？对，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你的妻子，而是你请来证明你婚姻稳定、家庭和谐的工具。林之和，你把话说得太重了。是吗？我觉得我说的太轻了。既然他这么了解你，为什么当年他不要你？从7点06分入座，到9点39分我离席，这整整2个半小时里，你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是问我怎么不吃。你还记时间？你知道什么？他果然在意，比我想的还要在意那个女人的抛弃。林之和，你先跟我回包厢，等回家我们再好好说。粥给你点好了，你趁热吃，吃完把药吃了。程轩，我头晕的厉害，你能不能……我现在有个跨国视频会议，很重要，你自己坚持一下，这又不是什么大病，别太矫情。傅成燕，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剥虾剥得这么干净，连虾线都挑掉。你有这样照顾我过吗？你回包厢吧，温书意还在里面等着你回去哄呢。我不像他，我没那个兴致看你演戏。林之和，我再说一遍，我和他没什么。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傅成燕，我只看你做了什么。你的心可以撒谎，但你的行为不会。走吗？走。林之和，你今天踏出这一步，可别后悔。这句话我也送你。我妈可能会给你打电话，你别乱说，她血压不好。血压不好，推卸责任的动作还真是顺手啊，傅成燕。傅成燕不喜欢吃皮，我居然还为她每天削好切块，装进保鲜盒。成燕，今晚你想吃什么？我下班顺道去超市。随便。原来随便的意思是早就找好地方吃饭。当初你说我有职业病，说夫妻不用算这么清。傅成业，幸好我病得不轻，才让自己心里有数。上周五凌晨才回家，你却跟我说公司加班。正主还没回，这老朋友倒先坐不住了。今晚对不起，我说话没分寸，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没关系，你别怪程燕，她这个人就是太重感情了。我和她真的只是很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没别的。既然只是朋友，下次让她剥的虾，你别抢着吃。之和，你这样说话，程燕夹在中间会很累的。那你接手。这么晚了，你还没睡？等你。你先看这个，这是共同账户近2年的支出明细。林之和，你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从今晚开始，我们不谈感情，只谈事实。事实？事实就是你在闹！林之和，你是不是疯了？傅成燕，你再说一遍。我说你现在简直是……程燕，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这2个字。你整晚不睡盯着我干什么？你就是个疯子！之和，离婚不可怕，女人可以生气，可以翻脸，可以走，别让谁把你的正常反应说成病。明天再说吧。傅成燕，上个月23号，共同账户转出2万8，备注是客户维护，但我查过了，实际消费地点是燕庭餐厅，那是情侣约会圣地。你跟哪个客户吃的？林之和，你居然查我！你跟踪我还是查我隐私？我查的是夫妻共同账户。傅成燕，你搞清楚，我的收入也在这个账户里，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我都有权知道去向。那是正常应酬。
我拼命挣钱养家，你却算计我这几万块钱。2人套餐，红酒、法式甜品，结账时间是晚上10点37。你告诉我，哪个客户应酬会点红酒加甜品？这个客户叫什么？那天舒悠刚回国，我去机场接他，顺便吃个饭。顺便，那天你告诉我你公司加班，我那是怕你多想，你性格这么敏感才进门，我说了你肯定要闹。你骗我，然后再反过来怪我多想。傅成烟，这逻辑你玩得真顺。我承认这件事我处理的不好，但我发誓，我和他之间真的没有越界。越界不是你说了算，白玫瑰、红酒，凌晨回家删照片，饭局上给他剥虾，当众默认他评价我。你把这些拼在一起，给我讲讲你的边界在哪里？你非要把事情闹大吗？为了这点陈年旧事，搅得全家不安生。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在闹？婚内财产清单，我这2年一直在整理。房子首付，你家出了60万，我家出了40万。婚后还贷的是共同账户，车是婚后买的，贷款还有12万没还清，剩下的存款、基金、保险全在这里。你要离婚？你要离婚？林志和，你疯了吧？就因为一顿饭，因为我给他剥个虾，你就要拆了一个家？傅成业，你们男人总是喜欢把一把刀拆成一片片。你说因为一句话，因为一顿饭，因为一次没过纪念日，因为给别人剥了只虾，等满地都是刀片，你把我的心扎得稀烂的时候，你还要一脸无辜的问我你怎么就流血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因为这顿饭要走，是因为我彻底发现，我这些年吞进去的每一分委屈，你都觉得理所应当。我没有，我从来没把你当成工具。傅成言，你骗不了我。今天在包厢里，你带我去，是因为你事业有成，需要一个体面的妻子坐在旁边撑凯面。温书瑶需要一个被他比较的线人，所以你让我坐在那里。你同学需要一个证明你过得不错的家属，所以你让我笑。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不是你摆给别人看的道具。志和，我知道你会在意这些。你不知道，这是去年我生日，你为了陪客户喝酒到半夜，当时温书一还没回来，我问你，你还回来吗？蛋糕要化了，你当时怎么回的？傅成燕，你再说一遍，你到底是不知道，还是根本不在意？接，不用管他，我让你接，开免提。程燕，你到家了吗？志和他有没有为难你？都怪我不该回来的，也不该见你。可我一个人在国内只认识你了。你听见了吗？志和，你别多想，他只是刚回国，情绪有点不稳定。我知道了，既然他情绪不好，那你现在就去哄他吧。林志和，你别在这儿说气话。我从不说气话。傅成燕，从今晚开始，我们分房睡。你搬去客房，明天我会联系律师咨询离婚流程。你一定要闹到这一步。你去哪儿？律所。林志和，我不同意离婚，不过是一顿饭的事，你非要闹这么大。那你就等着接传票，看我是在闹还是在谈法律。目前你搜集的证据只能证明傅成真和异性来往边界混乱。我知道，这还不足以让法院在财产分配上倾向我。既然你要起诉，重点就要放在夫妻感情破裂上。第一次起诉未必能判离，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能等。从现在起，你必须先分居，固定分居事实。另外，去查查共同账户的流水。婚内如果他未经你同意，把共同财产大额赠与给那个女人，我们可以主张无效归还。赠与能追回？这几笔备注客户维护的钱，消费对象不明，去调取记录查他手机发票订单，记住方式要合法。明白，证据我会拿到的。刘总，我家里有点急事儿，
下午的会我不参加了，请半天假，方案我晚点发你邮箱。哎呦，志豪，你可算回来了，打你电话也不接，急死妈了。程燕这孩子说你昨晚胃口不好，没吃什么，妈特地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老鸭汤，快，咱们上去趁热喝。谢谢妈。志和啊，昨晚的事我都听说了，夫妻哪有不吵架的？程燕这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他心里还是有你的。妈，他不是说话直，他只是不对我说话而已。妈，你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过来了？你们闹得都要离婚了，我能不来吗？志和，妈知道你委屈，可离婚不是小事儿。书瑶那姑娘我知道，程燕大学时的同学，没什么的。您见过她？妈是好多年前见过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毕业，都多久的事儿了？是吗？好多年前。对，好多年前了。妈，既然您来了，也看看这个。这不是程燕孝顺我的吗？儿子孝敬老娘，天经地义。孝顺可以，但夫妻共同财产的大额支出必须双方知情。傅程燕，你瞒着我转移资产的时候，想过我这个家是我？华，那是我亲妈，你非要算得这么绝吗？我没说他不是。你妈的理财我可以谈，温书瑶的红酒和花我也可以谈。傅程燕，你想先谈哪一个？什么红酒，什么花？志和，你说什么胡话呢？林之和，你非要让长辈跟着操心吗？你叫妈来的时候没想过场面会变成这样，你以为找个说客，我就能把那几万块钱的接风礼当成空气？程燕，你跟妈实话实说，你真给那个温淑瑜花钱了？妈，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正常的礼数。这玫瑰得多少钱啊？这饭一顿饭吃掉2万8。志和啊，就算程燕这次做的有点出壳了，你也不能张口闭口就提离婚啊。男人嘛，在外面应酬，难免没有分寸。妈，您说错了，我没义务让他在我身上练习怎么掌握分寸。他想沉，我拉不动，也不想拉。林志和，你又要去哪儿？回公司挣我自己的钱。今天这件事必须把话说清楚。你这样走了算什么？副总，你这是打算关门逼我谈，还是打算用暴力解决问题？程燕，你干什么呀？快把手放下，别吓着志和。傅程燕，给你1个下午的时间，下午6点前把你所有的东西从主卧搬出来，把客房整理好。今晚开始我住主卧，你住客房。你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搬出去。林志和，结婚3年，你真要这么狠心？傅程燕，你给别人剥虾挑虾线的时候动作也挺顺手，那时候你怎么没问你自己对我狠不狠？这一版的品牌调性不对，推倒重来。核心受众要的是清醒和独立，不是这种廉价的自我感动。志和，这3个方案改的差不多了，剩下的明天再说。看你脸色白得像纸一样，早点回去休息吧。好，谢谢总监，我把这份发完就走。志和，我们能谈谈吗？可以，10分钟。那我们要不去那边坐坐？不用，就这样说。我知道昨晚聚会那些话让你不舒服了，但你真的误会我和程苑了。我和他真的没什么，要是有什么，当年我就不会选择分开了。是吗？既然你们这么情深似血，你当年为什么分开？那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私事。既然是私事，那你今天特意跑来我公司楼下干什么？之和，我只是希望你别用离婚这种事去逼他。程燕这个人责任感很重，你这样闹，他会很痛苦。他痛苦，所以你心疼了？你一定要这么刺我吗？我是为了你们好。舒瑶，你跑到我公司楼下，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教我不要为难我的丈夫，你到底站在哪里的位置说这句话？我只是比你更了解他的本性。了解他本性，那你应该也了解他现在的法律身份是已婚。你要是真怕他痛苦，就离他远点儿；你要是舍不得离远，就闭嘴，别装无辜。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一张结婚证就能替代的。
你干什么？谢谢。什么？傅成晨婚内精神出轨的证据又多了一份。睡办公室，傅成燕，你公司的业务什么时候拓展到城南酒店了？起这么早？昨晚真在公司睡的。项目赶工度，几个高管都没走。你公司什么时候搬到城南酒店了？那是客户临时订了房间，我们几个在里面开了个通宵会。哪个客户？这么大的面子，让副总陪着开会开到早上7点。林志爱，你能不能别整天用审犯人的口气跟我说话？我不回来也是为了工作，你至于这么疑神疑鬼吗？可以，既然你觉得我审你，那我们就换个地方。回头去法院，你跟法官解释你的通宵会议。放开！我昨晚是和舒瑜在一起，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喝多了，情绪崩溃，我送他去酒店。他在国外多年，回国后没地方住，我不能不管。傅成燕，你可真有意思。前年我高烧39度，求你陪我去趟医院，你说公司有会议很重要。现在他不过是有了点小情绪，随便找个借口说自己害怕，你就屁颠屁颠跑去酒店提供通宵陪护。你别在那儿给我曲解意思，我那是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傅成燕，温书瑶没地方住是吗？昨晚人家就在江景公寓发了新家照片，你告诉我他没地方住。傅成燕，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你到底在那间房里陪他做了什么？看清楚了吗？10点16分，人家在家里安稳入睡，而你，傅大总裁，在凌晨1点多跑去酒店开房。他说他刚回国，害怕，不想一个人待着。不想一个人待着，所以呢，你这个已婚男人陪初恋在酒店里待了一整夜，是为了搞什么临时的心理援助？林志和，我承认这件事我骗了你，是我不对，但我发誓，我昨晚真的只是在沙发上坐了一夜，我们之间真的什么都没发生。你一直强调没发生什么，是因为你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我现在根本就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的机会。那你现在给我个解释的机会，我们好好谈谈行吗？我不是在给你机会，我这是在给我的法律流程留出足够的整理时间。林志和，你一定要把这件事闹到这一步吗？昨晚酒店那间房的费用是谁付的？凌晨1点29分，你用我们的共同财产给别的女人开房，傅成烟，你挺大方啊！不就1000多块钱吗？这笔钱我会补回账户的。你觉得这是钱的事儿吗？我在乎的是，你为什么用我们的钱心安理得的照顾另一个女人？这是背叛，是出轨。你又在联系那个律师，林志和，我们还没谈完。不，我们已经谈完了。你骗我，你删照片，你在酒店过夜，你动用共同账户，这一桩桩一件件，你能解释清楚其中任何一个，但你解释不了全部。我不同意离婚。你同不同意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嫂子，程社在吗？陈玉，你一大早跑来干什么？兄弟们担心你们，昨晚舒瑶也哭了一夜，大家说都是同学聚会闹的，想组个局给嫂子赔个不是。给我赔不是，还是打算让我给温淑瑜赔个不是？嫂子，你这话就有点伤人了，咱们也是想让你们和好。陈玉，昨晚在包厢里，温舒熙当众说我不是傅成业喜欢的类型时，你笑得挺开心吧？
傅晨燕给他剥虾的时候，是你带头起哄说他是模范丈夫的吧？现在你拎着2斤水果上门劝我大度，你不觉得晚了点吗？我们那也是好心，想着大家都是同学。好心，好心就别踩进别人家门口来指手画脚。程远，你倒是说句话呀！大家这不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吗？志和，陈玉没恶意，大家确实都想把这件事翻篇，解决问题。问题不是大家，问题是你。嫂子，话也不能这么说。舒怡刚回国，人生地不熟的，程烨作为老同学多照顾他一下，怎么了？你们女人是不是都这么敏感，非要把一点小事上升到离婚？那你闭嘴，等哪天你老婆拿着你们的婚内共同存款，陪着她的前男友去酒店开房住上一整夜，你再来给我上课，教我怎么大度。够了！你觉得够了？今晚8点，你们不是想组局赔罪吗？可以。你要去？去，当面道歉，记得让那个温书通也到场，人必须给我到齐了。我自己来。哎呦，嫂子来了，快请坐。志和，坐这儿吧。不用。嫂子，昨晚聚会大家喝了点酒，说话确实没轻没重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大家坐一块儿把误会解开。既然是为了解开误会，那咱们直接点儿。谁道歉？啊？昨晚你不是说要赔不是吗？谁先来？志和，别这样，大家都是为了你好。哪样？傅承彦，我就是因为知道大家都在，才要问个清楚，这赔罪的酒到底谁喝？行，嫂子，我嘴欠，昨晚我不该乱开玩笑，更不该瞎起哄，我自罚一杯。对不起。接受。志和，对不起，我真的没想过要伤害你，我只是刚回来，见到程烨太开心了，一时没注意分寸。哪一句没注意？什么？是你告诉所有人傅承彦以前不喜欢我这种性格，还是你说我和他的理想型差很多，或者是那句他谈恋爱绝对不会找我这种货色？我都道歉，都是我不对。既然不对，那就当着大家的面重复一遍，说你温书瑶不该在现任妻子面前拿着你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过去当筹码，玩命的羞辱他。林志和，差不多行了，你别这样逼他。你看，又来了，傅承彦，你这护短的样子真让人恶心。他说话没分寸，那是我想多了，是我误会。我要他说清楚，就是我咄咄逼人，是我在逼他。程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回来的，我还是走吧。别因为我让你们吵成这样，我头有点晕。你别乱动，先坐好。记录一下你傅总有多模范。怎么，上次是当众剥虾，这次是当众搀扶，傅承彦，那下次呢？是不是该记录你们去酒店开房了？嫂子，你说什么？酒店？林志和，你非要在这里说这些吗？对，就在这里说。酒店预授权截图，凌晨1点29分，定位截图显示你在酒店待了整晚。温书瑶朋友圈截图显示她昨晚10点就在家，还有你们在机场接机拿白玫瑰的照片。林志和，你居然偷拍我们，你还查我们的隐私！我的家庭共享账号自动同步照片，我的夫妻共同账户显示流水，你公开的朋友圈所有人可见。温书瑶，哪一项叫偷拍，哪一项叫隐私？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我不可怕，我只是识字，会看日期，会存图，更会守着我的钱。程烨，这钱真是你付的？凌晨1点多，你真的……我送他去酒店是因为他喝多了。
他朋友圈10点16头发大，说回到了江景公寓。你凌晨1点29分在酒店刷卡消费。傅成燕、温淑仪，你们两个谁先来给我解释一下，这消失的3个小时，你们在哪儿，在干什么？诗和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那天心情真的不好，我不想一个人待在那个冷冰冰的公寓里，我害怕。你心情不好，所以大半夜找我狼朋友，你是找他做心理咨询，还是找他共度春宵？程烨，我没想到知和会变成这样，他怎么能把人心想得这么脏？今天的道歉我收到了，至于你们那消失的3个小时到底干了什么，不用跟我说，留着给律师看吧。知和，你站住！我送你回家。你还是先回去送他吧，毕竟他比较容易晕。我没送他，我直接出来追你了。林知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要我跪下求你吗？我要你离婚。知和姐，你没事吧？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没事，看方案。知和姐，有个姓温的女士在楼下大厅说是你朋友，一定要见你。不见，让他走。知和姐，她在楼下哭得挺厉害的，好多出入的同事和客户都在看，我怕影响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下去。知和，我真的撑不住了，我求求你了，你为什么要紧抓着不放？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去包厢看我的笑话？你这是要把我和程烨往死里逼吗？我告诉谁了？昨晚包厢里那么多人，你当众把那些截图甩在桌子上，不就是想彻底毁了我吗？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家，可你的做法是在杀人诛心啊！温淑妮，你大老远跑到我公司大厅来表演崩溃，到底是想让我做什么？我想让你把那些截图删了，别再拿着他们去威胁程渊了。我和他只是老朋友，你为什么非要恶意揣测我们？别再误会我们了，好不好？误会？凌晨1点，你和傅成燕一起进了酒店，待到第2天早上才出来，这是误会？我们什么都没做，程烨只是在照顾我。我问的是，你们是不是在那间房里待到了早上？那我再问你，昨晚酒店开房的1688元费用，是不是从我和傅成野的婚内共同账户里支出的？这钱我不知道是怎么付的，我当时喝多了。你不知道，那是谁付的钱？是程烨非要付，我拦都拦不住。但我没想占你的便宜，我会还给你的。好，1688，现在还，今天就转我。林之和，你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咄咄逼人吗？你跑到我公司楼下大声宣扬我毁了你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自己咄咄逼人？现在我只是让你把花我的钱还回来，你就受不了了？林之和，你根本就不懂程烨，他选择跟你结婚，仅仅是因为你适合过日子。可是一个男人不可能只守着柴米油盐过日子，他需要的是灵魂的共鸣。所以按你的逻辑，你负责陪他聊灵魂，而我就活该负责替他付房贷、养家糊口。别扯这些没用的，先把酒店的钱还了。林之和，你一定要这么羞辱我吗？温书瑶，你花着别人夫妻的共同账户，陪着别人的丈夫在酒店过夜的时候，你当时怎么没觉得羞辱？站住！你今天主动找上门的这段话，我已经全程录音了。后续如果让我听到任何关于我造谣、逼迫或者精神异常的传言，我会直接给你寄律师函。还有，你朋友圈那句所谓的恶意揣测，删不删随你，反正我已经截图存证了。知和姐，要不要我叫保安去门口盯着？万一他再回来。不用，谢谢。
林志和，你刚才去找舒玉麻烦了。他跑到我公司楼下大哭大闹，甚至当众羞辱我的婚姻。你身为丈夫，居然不知道？他说你当众逼他还酒店钱。林志和，就1000多块钱，你至于闹得这么难看，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下不来台吗？傅成恒，你这逻辑真有意思。你动用我们的共同财产去给他开房，不觉得难看？我问他要回属于我的钱，你就觉得难看了？我说了，昨晚去酒店不是为了……你不用跟我解释，你的这些苦衷，留着去跟法官解释吧。志毅，我妈昨晚又因为你们的事儿没睡好，血压都上去了。她说，你要是执意要离婚，她今天下午就亲自去找你妈谈。傅成渊，你这是在威胁我。我不是威胁，我只是希望你冷静一点，别因为一时的冲动，把两家人都搞得鸡犬不宁。傅成渊，你让你妈去找我妈试试。林之和，你什么意思？非要把两家长辈都搅和进来，撕破脸你才满意？我的意思是，我妈离过婚，她比谁都清楚婚姻烂了是什么滋味。她不会劝我为了大局忍气吞声，她只会庆祝我终于摆脱了这段婚姻。志和，我把东西都搬去客房了，我已经退一步了，客房我也收拾出来了，你能不能别起诉？不能。为什么？非要闹到法庭上？志和，我真的没想过要失去你，我只是……傅成彦，你不是没想过失去我，你只是习惯了我的妥协，没想到我真的会走。傅成彦，既然你这么喜欢把家事摆在台面上说，那我就成全你。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发出去？那是隐私。是你发朋友圈在先，我不过是跟在后面把真相补全。但我没点名道姓，你这是在毁我的名声。我也没点名道姓，我只是发了几张事实。如果你觉得受辱，那说明你做的事本身就让人抬不起头。妈，以后进门前请先敲门。我来我亲生儿子的家还要敲门？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规矩？这也是我家，既然你也说了是家，那就得尊重住在这儿的人的隐私。程烨，程烨，你给我出来！妈，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们到底还要闹多久？你知不知道，今天隔壁王大妈都在楼下问我了，问我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我这辈子都没丢过这种人。您可以实话实说，告诉邻居他确实和玉信边界不清。林之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多乖巧一个孩子啊！以前我每天给您削好水果递到手里，陪您去体检，逢年过节给您挑最好的礼物，您当然觉得我好，觉得我顺从。现在我不忍了，想为自己讨个公道，您就觉得我变了。你这就是要逼死我们傅家！你是想让我们家破人亡才甘心吗？妈，你说的太过分了，别说了。干什么？我来我儿子！这把钥匙暂时由我保管，以后您要过来，请提前联系我，或者等我给您开门。你凭什么收我钥匙？这是我儿子的房子！凭我也是这套房子的产权拥有者，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法律保护我的居住权。程烨，你就站那儿干看着，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你妈，你还是个男人吗？妈，你先回去吧。宋，你赶我走？我不是赶你，是你待在这儿只会让事情变得更乱。回去吧。你为了这个女人赶你亲妈走？回去吧。都是你，林之和，就是你把我儿子变成今天这副六亲不认的样子的！你这个女人心太狠了！妈，您儿子今年30岁了，是个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是我手里捏出来的泥人。他变成什么样是他自己的选择。之和，我知道，我妈有时候说话做事确实没分寸，让你不舒服了。可是，以前你从来都没说过这些。如果你早点表现出不满，我肯定会去协调的。傅成彦，我没说，不代表我心里舒服。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要攒到现在才爆发？你妈不敲门就闯进卧室，我说过。她趁我不在翻我的私人快递，我统统都跟你说过。她像审犯人一样追问我的工资和奖金，你每次给我的回复都是，她是我妈，她是长辈，你就当是为了我，别跟她计较。你看傅成彦，你不是不知道我在受委屈，你只是觉得为了维持你的家庭和谐，我会一直无底线的退下去。志和，我现在真的知道了，我以后会改。志和，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会改。可我不想教了。之和，
我收到消息，对方可能会主张你公开账户流水和酒店记录，侵犯了温淑韵的名誉权。所有的原始证据务必保留备份，后续在法院判决前，不要再发朋友圈刺激对方。知道？志和，这里面有50万，是我以前攒的婚前存款，还有这2年的年终奖金，我全给你。以后我的工资卡也交给你管，那顿饭的钱、酒店的钱，只要能补的我都补。傅成业，你觉得我闹这一场，甚至要离婚，是为了你要这几10万块钱？不是，我知道不是，我只是想为你做点什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账上的钱能算清，但婚姻里的尊重是不能补发的。志和姐，有你的特快对记，好像是律师函。他这是急了，别怕，之和，他主动递刀子过来，我们正好反苏。反苏，来吧。他大概觉得，只要没被抓在床上，我就拿他没办法。这是我通过合法程序申请调取的。看这儿，付款人傅成业，入住人温淑仪，房型大床房。温淑仪太心急了，这张律师函反倒是帮了我们。他以为能吓住你，却不知道我们已经把聊天记录、朋友圈截图、共同账户流水，还有他在大厅撒泼的录音，全部做了公证保全。解释一下。志和，我发誓，我没进去睡。那一整晚，你傅大总裁去哪儿了？车里，我在酒店停车场里，在车里坐到了早上。为了陪他，你在停车场坐了一夜。傅成业，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副样子特别深情？我只是怕他出事。他刚回国，情绪不稳定。他可比你会活，他会发朋友圈影射我，会跑到我公司楼下演戏，现在连律师函都发到了我手上。你怕他出事，谁来怕我受委屈？我是被他骗了，他当时表现得很脆弱。不，傅成业，你不是被骗了，你是心甘情愿被他骗。他说不想一个人，你就去；他说我为难他，你就来质问我；他说你们没什么，你就把我的痛苦当成无理取闹。傅成业，你不是没脑子，你只是在那一刻亲手关掉了脑子给你的初恋让路。接吧。不接了，没意义。不接，那我先走，你继续在这儿演你的深情戏。别走，我接，我现在就接。程烨，你为什么才接电话？是不是林芝和那个女人又在家里逼你？你别怕他，我律师说了，他手里那些证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起不到作用，千万不要被他威慑住，你一定要坚持住。舒瑶，公证处调取的酒店发票登记入住写的是你的名字。这话什么意思？你现在是在暗中调查我吗？你明明拥有自己的公寓，前一晚还发朋友圈动态，为什么跟我说你无家可归？那天我的心情很差，我不敢回到公寓，我内心恐惧，在这座城市里，我只剩下你可以依靠。一边在我面前扮可怜，一边教唆律师发律师函，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傅成业，你现在反倒来指责我，明明是林志华当众让我难堪，在众人面前逼我还钱，我寄出律师函仅仅只是维护我个人名誉。那一笔款项属于夫妻越间共同财产，他向你索要归还理所应当。傅成业，从前的你根本不会这样对待我，你完全变了，我已经认不出你。是你一步步把我们推到这般地步。傅成业，不要伪装受害者。当年我出国，你亲口许诺会等着我，还记得吗？你敢说你这些年没怀念过我们的过去？你敢说你没想过，如果当年我没走，你根本不会娶她那种无趣的女人？不是，舒瑶，你闭嘴！志和，我没有，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傅成业，你别忘了你自己跟我说过的话。你说林之和根本不懂你，你说他把日子过得像是一张精确到分钟的项目表，规矩、死板、没意义。志和，
傅成燕，谢谢你特意开了免提。林之和，你一直在听？在听。温小姐，你刚才那番关于灵魂和项目表的论述非常精彩，我想我的律师会非常喜欢这段录音的。你录音了？林之和，你这个疯子，你凭什么录音？你这是侵犯隐私，我要告死你！凭你大清早打给我丈夫，凭你要求他开着免提，凭你在我家的餐桌上当众辱骂我。温小姐，法律可不保护这种隐私。志和，你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说出这种话，我从来没想过。你知道，傅成深，你比谁都清楚他的本性，你只是没想到我会亲耳听见你背地里是怎么评价我的。师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傅成深，太迟了。想让我当众低头，你们选错了对手。他这招很聪明，利用舆论把自己包装成弱者，试图道德绑架你。既然他主动公开争议，那我们也没必要客气了。我不想在网上跟他打口水战，那是自然。我们要发正式声明，但在这之前，我需要一个场合，一个所有知情人都在场的场合，让傅成渊亲口确认这所有的事实。只有他的证言，才是击碎温书雨那层受害者外壳的最重一锤。快了，既然他想闹大，那就如他所愿，闹到收不了场为止。当面说开，当面说开，这鸿门宴摆的可真够急的。陈玉发的消息我看到了，志和你别去。怕了？嫂子来了，快坐，刚好要开席。坐就不必了。陈宇，你不是说要当面说开吗？说开可以，从谁开始？林之和，我已经被你逼得在朋友圈公开道歉了，连工作都快丢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我想让你还钱，删掉那篇颠倒黑白的长文，并且做一个像样的道歉。我没做错什么，我们只是老朋友重逢，是你自己控制欲太强。好，那我们一件件对。第一件，机场接机，白玫瑰是我买的吗？傅成烟骗我说去见客户，结果在那儿拿着玫瑰等前女友。第二件，2人餐、红酒、烛光，费用从我和他的夫妻共同账户支出。温小姐，这顿饭吃得香吗？第三件，大床房，入住人是你，傅成烟爱在停车场陪了你1夜，这钱也是我的血汗钱。第四件，你到我公司楼下演戏说我回你，录音里你亲口承认酒店钱可以还。第5件，林之和适合结婚，可他不懂你说他把日子过得像项目表，没意思。程燕，程燕，你说句话呀！你就看着他这么羞辱我吗？程燕，你解释啊！证据都在这儿了，你和舒瑶到底怎么回事？我骗了志和。那天我去接舒瑶，买了白玫瑰，请她吃了2万8的晚饭，最后送她去了酒店。所有的费用刷的都是我和志和的共同账户。那你们昨晚在酒店没有发生关系，但我承认我越界了。傅成燕，你现在为了求他原谅，就把所有的错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我也有错，我最大的错就是结了婚，还拿过去当成伤害现任的借口。志和，我错了。我不信，这些证据肯定都是假的。温女士，纸质复印件撕了没用，所有的原始证据我已经全部做了公证保全。这位是？我是林志浩女士的代理律师。关于你在朋友圈及多个群聊公开发布不实内容，影舍诽谤我当事人网暴控制造谣一事，我们已经完成证据固定。另外，关于你明知傅先生已婚，仍接受其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大额餐饮、酒店及奢侈品费用的行为，无效归还。还就还，不就是吃了几顿饭吗？那才多少钱？你至于这么羞辱人吗？钱确实不多，也就几万块，可我要的是你亲口承认，这钱不是你该花的。林之和，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当死路？
因为你伸手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钱是，体面也是。志和，我求你别离婚。傅成燕，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见他，断绝一切联系。家里的钱全部交给你管，我妈那边我会去处理，绝不让她再烦你。志和，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一次。傅成燕，那天在饭局上你剥着虾对我说结婚和恋爱是两回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你是不是觉得婚姻就是一个能让你安放现实、随意践踏的箱子？不是那样的。现在你知道了，婚姻不是箱子。可惜，我已经不想要了。程燕，你怎么能怪他？你以前跟我说为了责任才留在这个家里的，你怎么能为了他？起来，傅成军，别让你的同学们看笑话，给你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我不起来，志和，如果你不答应，我这辈子都不起来。傅成言，你跪在这里，不是因为你有多爱我，是因为你突然发现，那个一直待在原地为你打理后方的林之浩，真的不要你了。你跪的是你即将失去的安稳生活，不是我。林之和，你满意了吗？你把我挽回成这样，你觉得你赢了是不是？我没赢你，温书瑶。什么？我只是不要一件被你们抢来抢去，还自以为很值钱的破烂而已。这种声明也叫道歉，避重就轻，连事实都不敢提，不行，必须退回。重写。林之涵，你已经让我丢尽脸了，连同学群我都退了，你非要赶尽杀绝吗？你造谣我控制欲强，网暴你的时候，没想过给我留脸。可以了。房子评估过了，车子价部分我也算好了。我妈那份20万的理财，我用我个人的奖金补起你。好，既然没路了，协议离婚，对大家都体面。志和，进去吧。我昨天回了趟老家，我妈哭了很久，她嗓子都哑了，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会被我过成这样。志和，我以前总觉得，天大的事儿你都能处理好，家里、工作，甚至我妈的情绪，你从来不哭不闹，我就以为你没觉得委屈。傅成业，你不是觉得我不委屈，你只是觉得这样比较省事儿。对，我省事儿。我把你这些年的懂事当成了不需要成本的付出。轮到我们了，走吧。志和，能不能再等1个月？哪怕就1个月，我们再试着沟通一下。不能。那1天呢？就推迟1天半行吗？不行。林之和、傅成衍，最后核对一遍，双方是否都是自愿离婚？自愿。傅先生，自愿。30天冷静期，这是告知单。1个月后，如果双方意愿没有改变，再来办理正式手续。志和。
我昨天在家里整理东西，在抽屉最里面看见了它。既然你看见了，就留着吧。不，这是你的东西。知和，你干什么？放心，这毕竟是婚内财产，拿去卖了，钱还能分你一半。林知和，你现在说话，真的一点余地都不给我留了吗？余地？傅成业，这3年的婚姻里，我给过你无数次余地，是你亲手把它们一片片撕碎了，去给别人剥虾，去酒店陪夜，去应付你妈。办完了。在还没领了告知单，还要30天冷静期。知道了，那正好，晚上回家吃饭吧。我下午去市场买了新鲜的排骨，回来给你炖汤补补。妈，我离婚了，闹得满城风雨，你一点都不难过吗？回来啦，正好，汤刚好火候，别愣着，先洗手吃饭。知和，我今天亲自削了苹果，才发现切好如果不立刻吃，放久了真的会氧化变黑。会，人也会。林之和、傅成言确认过了，30天冷静期内双方均未撤回申请，签个字，手续就办完了。真亲啊！林之和，你以后会不会偶尔想起我，哪怕只是因为这套房子或者那只被你卖掉的戒指？会，每次想起你的时候，我都会反复提醒自己，林之和，这辈子别再把体面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我明白了。结束了，温书瑶那边非法占用的那笔共同财产已经全部原路返还，包括名誉损失的赔偿金也到账了。不过他刚才通过律师给我传话，问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把他那份公开道歉的截图从网上撤掉。不能，猜到你会这么说了。走吧，去喝杯咖啡。嫂子，那天的事儿我想了很久，还是得跟你道个歉。当时我真是嘴贱，站错了队，还说了那些混账话，我真不是人。知和姐，你听说了吗？那个温书瑶最近在咱们圈子里彻底待不下去了。是吗？那份道歉声明传疯了，大家现在都知道他是个拿别人夫妻共同财产去开房的主儿，名声臭了大街。听说他投了几家大厂都被拒了，估计在这座城市混不下去了。这福气你留着吧，他爱人的方式挺费钱，也挺费脸。知和，你下班了。这是我刚削好的，特意用淡盐水泡过，你看，一直到刚才都没有氧化，还是白的。傅成元，我不爱吃苹果。怎么会？你以前每天都要洗好苹果，削好皮切成块。那是削给你吃的，因为你爱吃苹果，又嫌啃皮麻烦。为了迁就你的口味，我削了整整3年的皮。傅成燕，咱们结婚3年。你居然从来没发现我没吃过苹果，哪怕是1块。我以为……你不是以为，你只是根本不在意我爱吃什么。你习惯了我的照顾，就把我的迁就当成了我的爱好。知和，他都在外面站到天黑了，你要不要出去跟他交代2句？不用。知和。哪位是林之和女士？您的同城快递，请签收。他又送东西来了。知和，这1个月来我每天都在反省。我想起了去年你生日那天我发的短信，想起了我妈翻你抽屉时我的沉默，想起了饭局上我剥给舒冉的那些虾，还有那个酒店的夜晚，
我以前总觉得你离开的突然，现在才明白，你是一次次把失望咽下去，最后实在咽不下了。志和，我会一直等你，直到你愿意回头的那天。妈，帮我拿卷胶带。还要回信吗？不回了，明天让快递寄回给他。这笔预算超出市场均价20%，如果你拿不出合理的议价理由，我建议你重新做。林小姐，你这人工作起来真的太较真了。术业有专攻，这叫专业，不叫较真。现在没人每天给你打这种别计较的电话了，倒觉得清静了不少。是啊，没人再让我拿体面去补别人的缺口，挺好。志和，别介意，结婚和恋爱是两回事。志和，下周律所有个关于女性婚内财产法律意识的讲座，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的案例？可以匿名，不露脸也行。可以去，不用匿名，可以露脸。